家或许听过游戏成瘾、吸烟成瘾、甜食成瘾，会让人成瘾的都是一些会让人放松或美好的东西。但你有没有听过工作成瘾呢？今天迪路就是要来跟各位聊聊曾经的工作狂经历，以及人为什么会变成工作狂呢？工作狂指的是过度投入甚至沉迷于工作的人。工作狂不一定喜欢工作，可能只是强迫性的感觉到需要工作，由于全心全力为工作奉献一生，可能因此导致人际关系疏远，甚至过劳死。所以工作狂指的不单只是一个人不停的工作，而是在非经济压力或其他正当原因下，自愿超时工作到身心灵状况都出问题的人。过去的我工作狂状况最严重的时期是在大学时期，同时也是第一季的迪路小动画制作中的时期。当时的我还没有可以外包工作的人脉资源，也加上自己想节省开销，所以迪路小动画节目从脚本、配音、美术、影像处理、字幕，每个制作环节我都必须自己来。当时的影片是每周六更新一集，因为节目制作流程繁琐，我变成周一到周五都在紧锣密鼓的制作节目，一直到周六晚间影片发布后，可以小小的休息一下，然后隔天继续重复脚本、配音、美术、影像处理、字幕，这一长串会占满整周的工作流程。当时的我为了制作节目推掉了所有的朋友聚会，因为我觉得去参加很浪费我工作的时间，连吃饭也没有好好的吃，因为我觉得吃饭也很浪费我工作的时间。当时的我买了一大堆能量果冻、巧克力棒、谷物棒，这类我能用左手单手拿着食用，右手继续握着滑鼠工作，且能在短时间内带来饱足感并补充热量的食物。整天下来只吃这些东西。当时的我吃东西已经不会去考虑是否品尝美味，而单纯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大学时期，我一个人住一间学生套房，原本学校有课时还会踏出宿舍，课一上完就马上回到宿舍打开电脑工作。但后来我连学校的课也翘掉了，只待在房里专心工作。当我意识到时，我已经3个月没有踏出门了，也没有跟任何人有交流了。当时的我把所有可以用来休息放松的时间都换算成这段时间我能做多少工作。一想到如果把休息时间拿来工作可以制造多少产值，就无法好好休息，甚至会对休息这件事情产生罪恶感。只要自己一闲下来就会感到焦虑，连睡眠也不允许自己。通常都是已经忙到快天亮，身体支撑不住才会去躺床，但一躺到床上也还是满脑都是工作内容，会不断的想着睡醒后的工作要怎么处理，会一直想数小时，最后在不知不觉间失去意识才睡着。即使身体很累，但却无法直接入睡，失眠问题非常严重。而这么长时间工作确实替我带来了好处，我从只能在 YouTube 上发布影片赚取少许的收益，变成可以用创作养活自己。后台的订阅与观看数据也一直在往上攀升。每天起床，我看着后台跟户头里不断上升的数字，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我认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且我必须继续这么做下去。但当时的我不知为何，每天一工作结束，躺到床上放松下来时，我的泪水就会像关不掉的水龙头一样开始倾泻而出。我不觉得悲伤，也没有啜泣什么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只要忙完放松下来，身体就会无法控制的开始流泪。每次我也只能一脸疑惑的从床上坐起身，等泪水滴完，以免自己被泪水呛到。当时的我完全没有察觉哪里出了问题，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身体正在给我警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恐惧自己会不会哪天突然在宿舍里暴毙了，也没有人发现。当时我看到了日本关于独居者孤独死的报道，我的脑内开始出现各种负面的想法，像是有声音在告诉我，你就算死了也不会有人发现。想到自己可能会孤独死，我就感到非常的恐惧。负面想法开始充斥着我的脑袋，甚至开始出现了比较不好的想法。高中时期的我曾得过忧郁症，所以这种脑内满是负面想法无法自拔的状况我很熟悉。我意识到我的心理健康状况开始亮起红灯后，我主动去身心科诊所看诊拿药。我吃了些抗忧郁药物后，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状况，
我意识到，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我不是哪天暴毙死在电脑前，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于是我拔掉了电脑的电源线，走出门去找了间餐厅，吃了一顿好料的。我让自己放了1个月的长假，重新整理思绪，并且久违的回到了我的交友圈。我很高兴，我的朋友们看到我出现在网络聊天室，都还是很热情的。放松1个月后，我的脑袋也清新了不少。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工作内容。当我把身体与心理的健康状况都调试好后，我开始回想自己当时到底为何会陷入这样子的工作狂状态呢？为什么不停的工作对当时的我而言这么重要？当时的我看到户头里不断攀升的数字与自己创作上达成的成就，我觉得对自己的努力充满了自我认可与价值。我把事业上的成就跟自我价值画上等号。反之，如果当自己没有办法好好工作制造产值，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是因为性格比较自卑，导致得从工作的成就上找寻自我认同感的缘故。为了避免感到自卑，所以就会选择不断的工作，只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且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极高，把认真工作当成一种美德，认为只要自己愈努力，就能让自己愈快接近理想中的自己想要的完美状态。只要一停下工作，就会觉得离理想中的自己更遥远，就会觉得自己很差劲，而感到极度焦虑，所以不允许自己休息。而在停下工作狂的生活模式后，现在的我学会把自我价值拿回自己身上，要意识到，即使没有制造出工作产值的自己，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该把对自我认同的价值全放在工作上，多多跟人社交互动，发掘自己除了工作能力以外的其他优点。虽然现在的我常常还是会不小心超时工作，但我超时工作是因为我热爱工作，才不小心做得太投入忘了时间，而不是我认为我必须工作来证明我自己。这样子的超时工作状况是不会影响到心理健康的，这样工作起来也是件很愉快的事。但无论如何，超时工作后一定要给自己充足的睡眠。如果身体健康状况没顾好，即使你的意志力再坚强，最后一定会连带影响到心理的健康。告诉自己累了就应该要休息，饿了就应该要吃饭。如果影片前的你正在当工作狂，请停下来吧。你平时已经很努力了，休息一下也是没关系的。休息不是一件罪恶的事。生辰之夜，愿与君共赴。《迪路诞生记2025》民国夜影周边套组已于官方卖场上架，预购即日起至9月10日止。想寄送实体生日礼物的小天使，也可于8月25日周一前寄送至画面上方的地址。9月2日迪路生日当天，会在晚间8点于本 YouTube 频道进行礼物开箱直播，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活动详情请看画面上方说明。9月初2夜，戌时8刻，来与不来，由不得你。这生辰宴，本座已替你留了坐席。